干嘛呢？哎呀，我也没办法，电脑硬盘满了。然后之前的项目呢，在移动硬盘，我现在得等它考完了，我才能继续剪片。那现在我只能打游戏了。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哎呀，我也没办法，有一半素材在那台电脑上，我拿那个移动硬盘过来考呢。那考没考完呢，我怎么，对吧？我怎么剪片啊？那我只能玩游戏啊，是吧？小海，干嘛呢？哎呀，我也没办法，晨晨拿我电脑看学习资料，把我的那个素材给删了。那现在他在加班重拍素材，那拍完之前我只能打游戏了。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汽车区20哥盛嘉诚。那么作为视频自媒体啊，我们工作室每天都要生产大量的视频素材。那么大容量的文件储存呢，非常占用硬盘空间，多台电脑之间共享素材也非常的麻烦。如果一不小心删除了资料，那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我就有了给工作室增添一台 NAS 的想法。NAS 的英文呢是 Network Achieved Storage 的缩写，也就是连接网络的储存，可以简单理解成插了网线的移动硬盘。所以通过网络和它连接的电脑都可以访问它里面储存的资料，这样呢就可以集中给 NAS 配置大一点的硬盘空间，一份资料存进去，全部电脑都可以用。现在好的 NAS 配上高速网络可以实现视频素材存在 NAS 里面，连着网线的电脑远程剪辑。而且好的 NAS 系统里还有快照功能，如果资料丢了，还可以用回滚的方式找回来救命，那可以说非常方便。不过大品牌的成品 NAS 非常的昂贵像群晖的8盘位就要8000块，万兆的网卡要单独购买，配置也不高。刚好我就想起之前翼王工作室组装过一台100TB 的文件服务器 NAS， 有24个盘位，性能也不错。而且我认识他们工作室的肥仔，我尝试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帮我装一台。专业的东西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搞嘛。阿胜有什么关照啊？Hello， 肥仔哥。Hello， 是这样的，就是我看你们之前不是装了一台100T 的 NAS 嘛，就想问你们一下好不好用？NAS 那肯定超级好用的呀，我们用了1年多了吧，什么资料都往里面扔，现在挺稳定的呀。牛的呀！然后就是想看你们有没有时间帮我也整一个。你想整一台 NAS 那可以啊，冇问题啊。我是第一次装 NAS 你不要坑我肥仔。第一次装？那你要什么配置啊？就跟你们之前那个差不多就可以了。跟我们那个差不多，等一下啊。那你要不要 RGB？NAS 还有 RGB 吗？什么骚操作啊？不过你既然都说了吧，那就来1点吧，来1点。好，收到，来1点啊。那最后还问你一句你是喜欢男的还是女的？女的。OK， 了解了，那我尽快安排啊。好嘞，拜拜等你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翼王，这次非常荣幸受到阿胜的邀请，帮他们工作室组装一台100TB 容量的 NAS 文件服务器。虽然部分要求有一点奇怪，但是因为之前已经装过一台了，我也算是比较有经验了完成起来应该不会很难。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配置吧。整体搭建思路其实和我去年装的那一台差不多主要是1年过去了，有一些配件停产或者换代了所以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是 NAS 的中心部分 CPU 和主板，这次我选择的是金牌智享 5120T 处理器加超微 C621芯片组的 X11 SPRF 主板。NAS 作为一台24小时开启存重要资料的电脑，对配置有一定的需求。5120T 是正儿八经的服务器处理器，还是比较新的型号，规格为14和28线程，性能足够强悍。结尾的 T 表示它是低功耗版，24小时开启时可以省一些电费。这颗 CPU 支持带有 ECC 纠错功能的内存，可以降低长时间运行时出错的机会它还支持6通道内存，可以满足对内存带宽有需求的应用。同时还有48条的直连 PCI 通道，可以方便插多张硬盘扩展卡和高速网卡。其实之前旧款的15V4用在 NAS 中性能也是完全足够的但是全新的适配的主板现在越来越不好买了再加上我之前也没有玩过英特尔3647针脚的至强这次反正不是我出钱，那就干脆上好一点的呗。说到主板，这次使用的 X11 SPRF 也是性价比不错的服务器板，内存槽有8根 ，PCI 槽也有7条，方便后续升级扩展。而且毕竟是新出的型号，主板上自带有 NVMe 槽，跟上了潮流。散热器是来自老朋友金钱豹的6热管塔式散热在普通电脑平台大家可能听得不多但是在2011、3647等特殊的服务器平台，这个牌子的产品算是比较划算的了。
3647针脚的 CPU 和散热器安装起来还是比较特别的，它是先将 CPU 装到散热器上面，然后再一起装上主板，和我们常见的115X、AM4什么的完全不同非常有意思。内存这次使用了8根美光的 DDR4 RGCC 8G 组成了 64G 内存，使用8G 是因为比 16G 单根的要划算点，以后要升级的话拆下来卖掉也是能回不少血的。不过要注意 RG 内存仅能在特定的服务器平台上面使用，普通家用的 CPU 和主板是不支持的。系统盘和写入日志缓存，我使用了4块英特尔的数据中心 SSD S4610 240G，每一个都有 1.6 PB 的标称写入量，而且还要两组成镜像模式来用，它们很有可能撑个10来年都不会坏毕竟是存重要资料的电脑，这些地方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提高稳定性，我觉得投入还是比较值的。顺带一提，这里使用240G 是因为这个型号最小只有这么多，实际上装系统和写入日志并不需要这么大。读取缓存因为不会涉及到资料的安全性，所以要求相对没有这么高。这里使用的是美光的2200 NVMe SSD， 容量是 512G。使用 NVMe 盘的话，可以用上主板自带的插槽，比较方便和省位置。存资料的机械硬盘，这里是使用了12个希数的 HC52012T，它们是冲害的企业级数据中心硬盘，是从本地代理渠道拿的货，可以确定是正品，价钱也比较合适，算上主阵列的荣誉之后，剩下基本上就是100TB 的可用容量。为了让主板支持这么多硬盘，这里还使用了一张 LSI 9305-24i HBA 卡，可以转出24个 SATA 接口，让主板可以跟后面的机箱适配。还有就是一张英特尔 X710DA4 4口万兆网卡给其他电脑提供高速的网络接入，它是我们普通主板上常见的1000兆网卡的10倍速度可以提供1GB 每秒的访问带宽。为了安全带动上面这堆硬件24小时稳定运行，电源我选择了海运旗舰钛金 Prime TX850 850瓦这个是海运零售电源中最高端的系列了。AT Plus 钛金牌高转换率节省电费，全日系电容12年保修，确保稳定性，还是全模组电源，方便定制合适服务器机箱使用的线材。这个和我们之前用在自己的文件服务器上的电源是同款目前这一年用下来还是非常稳定的，而且非常的安静。最后是机箱，这里依然选择了鼎祥的 4U24 盘位工控机箱，是支持硬盘热插拔的，这一次也是先用一半的盘位，后面如果有扩容需要的话还可以再加硬盘。但是这个机箱有个问题，那就是一点都不 RGB， 和阿胜的要求有点偏差，所以要进行一些改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联系上了 B 站的另外一位 UP 主 ACG 外观研究社，他们在机箱光污染定制方面特别有一手，专业的东西就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搞嘛。大家好，这里是 ACG 外观研究社。这一次呢，非常荣幸收到阿胜和一王的邀请，来给这个服务器机箱进行 RGB 化改造。虽然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服务器要带 RGB， 也许就是万物皆可 RGB 吧。然后考虑到阿胜呢是做汽车内容的 UP， 我们是专业做 ACG 外观研究的，再加上阿胜是个直男，所以我们在不影响机箱功能的一个前提下呢，不光将机箱顶盖换成了透明板，增加了灯板来提供过亮的 RGB， 还对整体呢进行了头文字 D 的一个主题定制，出来的效果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阿胜能喜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RGB 处理后的机箱终于回来了看起来还是相当带感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把整台机器装起来了。因为新的这一台思路以及很多零件都和去年呢是相同的，这里就快放一下。如果感兴趣想模仿着装一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相关视频，从理论到安装过程都有比较完整的说明。最终完成的效果是这样的浑身上下都透出了 RGB 的荣光看起来还是相当酷炫的。
机器拼好之后就要装系统和调试设置什么的，这一块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详细的介绍。为了方便阿胜使用，基本的硬盘阵列、网络共享等的设置，在我这边都提前完成了然后终于可以打包发快递交货了。OK，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翼王工作室给我们组装这台 100T 的 NAS 呢，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可以看到，我们还给它准备了一个1.2米高的一个机柜，但虽然说里面看起来空荡荡的啊，里面其实应该再放几台 NAS 啊，等到我们以后有1PB 数据的时候，就可以再组几个，就比较饱满了。怎么说？看起来还是非常带感的啊，里面的 RGB。然后呢，翼王呢还给我别出心裁的准备了一个遥控器啊，你就可以直接调它的颜色啊，可以调它颜色，很带感。我们现在呢也是请我们工作室小伙伴帮忙去布了一下光纤啊，给我们几台主力的电脑都接上了高速的光纤，这样子呢，大家剪辑的速度就会更上一层楼。但是呢，唯一有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啊，理线的这个水平实在是堪忧啊，弄得我们整个公司像盘丝洞一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优化优化啊。现在暂时先这样，好吧？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速度大概有多少啊？走。那么拉好网线，设置好 IP 地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去使用这个 NAS 了。然后经过我的实测呢，把一些大的文件拷出来的话呢，大概有1GB 左右的速度，非常夸张。然后呢，我把三星 T5 的这个视频文件拷到 NAS 里呢，也会有300-400兆，但是我感觉是三星 T5 太慢了，并不是 NAS 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小伙伴就可以非常协同的，我们去一起剪片，一起做字幕，一起去工作啊，非常方便，就不需要拿个移动硬盘到处去拷，手忙脚乱啊，很棒。实际的剪辑工作中呢，一个500GB 的视频项目，我们把它拖到 NAS 里剪辑呢，它其实跟在 SSD 里剪辑没有任何区别啊，甚至更方便，因为大家可以去协同的做字幕、调色、做特效等等，这个时候工作效率就增强了，等于说我们整个工作室也变成了一个多核的处理器啊，并不是单线程，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棒的。我觉得所有的视频工作者，只要是有一起工作的小伙伴，我觉得都是必备的 ，NAS 是必备的。实际使用下来呢，非常方便，而且这个 RGB 确实只是一点点，配上头文字 D 的拉花和发动机的元素啊，我觉得它就是全球最帅的痛 NAS。考出来的时候啊，感觉它都开了 Turbo。总之啊，还是非常感谢翼王和肥仔的帮助啊，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靠谱。支付宝到账。元。